好，今天这个影片呢有点突然，那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的 S21 Ultra 变成这样子了，干超级悲剧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我来讲一下怎么发生这件惨案的。好，这件惨案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起床，我把手机放在桌边，然后我在弄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推到它，就还是掉到地上，掉到地上都没事，重点是它打到我的哑铃，打到哑铃就算了，它打到哑铃中间那个握的地方，它有那个增加摩擦力的颗粒，干爆干碎，它就直接变成这样子，就一颗一颗。然后我就很紧张，因为我这个膜是原厂出厂那一片，然后刚才撕下来看，那时候撕下来看是觉得好像还好，没什么事，所以说贴回去之后就变成这样，非常丑。那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既然它都变这样，那我就来换个膜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。达拉这个 Spigen 的 NeoFlex 的这个膜，那这个膜是一个水凝膜，很有趣吧？没有玩过水凝膜吧？水凝膜有分两种，那第一种就是这种是要喷水在上面，然后第二种是有点像一般的保护贴那样，然后主打就是好像隔一段时间它会有自动修复的能力啊，然后比较服帖，最重要的是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这个指纹触控。手机我已经先关机了啦，所以说我就买这，然后它这里面是一次有2个的，我们今天就来贴贴看。我也没有贴过，反正现在疫情之下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就买一个来试试看。然后一般来讲，我都是用原厂的膜，一直用到明年换手机为止。但是没办法，它运气比较不好，整个炸掉。这个真的是太难接受了，所以我们就来撕吧。那先把它撕下来吧。哇！这片膜其实很不错，因为我觉得触控的感觉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没有伤到，看起来是蛮正常，所以说应该是没有伤到。但是就是觉得这萤幕这么漂亮的情况下，让它这样脏脏的好像不太好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换个膜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拍这种影片是蛮紧张的，因为没有拍片的情况下，我可能就已经贴不好了，然后再加拍片就更紧张了。哦，它有附一个这个他们的喷雾，它会喷上一种他们的液体吧，不知道算什么液体。然后这是它的一些配件，就没有东西了。哇，膜应该在这里面，然后会有2片，它还特别教你怎么看，我已经上网先看过。然后就是一些配件和这个喷雾，哇，它这还有用这包起来，还不错。所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喷管，要先把它的水喷在这个手机上，然后这个就是水凝膜本身，哇，好软哦。然后这边还有附一些，像是这个是粘灰尘用的嘛，然后试镜布，然后这个是刮的，所以说等一下会来刮，哇，好紧张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帮手机清洁吧。首先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先把你手机上的灰尘全部都清掉，这个好像蛮重要的，因为如果它没清掉的话，你的水凝膜就会有灰尘在上面。哇，这个距离这样看，我的手机真的是蛮恐怖的。我把它换一下拍摄的角度，好，换得更低一点，看一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那我们就来继续吧。哇，这边拍边弄，实在是很怕它沾到灰尘。看起来是 OK 了。好，然后接着它就是奇妙的喷雾。这也不知道是不是水，我也给它喷一点。然后之后呢，就拿出这个水凝膜的这一片，然后它是这种中间一个洞的。看到有人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就先喷了，然后它就可以这样，先用这样对齐。哦，这样好难对齐哦。好，这样对齐了。这好像没办法，这边再喷一点。然后之后就把它对齐好。那我对的就是这个镜头的部分，看起来是还行。好，然后接着好像在上面也要再喷一点吧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是照这个来刮，我会先按住。然后因为它会有很多水，所以说会建议你在刮的时候，手机可能要先关机，然后就是这样把它刮起来。感觉好像比我想象中的简单一点。然后好了之后，等它干，先等个5分钟吧。我觉得我贴的好像蛮不错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本来还以为它会有那种很不像玻璃的感觉，但其实贴起来蛮像的。然后摸起来感觉稍微偏软吧。我先认真的把它的都给它刮一次好了，然后等一下等它干吧。它的2边会有点蓬蓬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底下喷不够多水。
好，那我们就等它干，再回来看一下。A few inches later. 好，然后这就是已经贴完了，大概放了10分钟之后的样子。其实整体来讲，我觉得不会到太难贴，因为主要就是喷喷水，然后不要有灰尘的话，应该是还好。但它这边边这个两侧这里是怎么讲？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明天会不会更密合一点，因为现在它感觉就是有时候它会有点凸起，但是可能干了之后会更好。然后这边有一点点那种，我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凸起的感觉，然后整个的感觉其实就是我现在实体看，它会有一点点那种水痕的感觉啦。我看到这种光线照射这个周围这里，当然其实久了可能明天会好一点吧。好，那我们先开机测一下它的指纹的部分好了。哇，终于又是一片干净的荧幕。然后它如果指甲去敲到，你看它就会有这种痕迹，它是比较偏软一点的膜啦。但听说这痕迹明天会消失。好，来咯，还是可以的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我觉得还行，感觉用起来跟原厂那片差不多，或者是它的整个表面，如果你这样斜，特别是有光线感觉的时候，它不会像是玻璃那么平整啊。但是用起来来讲，我觉得比我之前对于水凝膜的疑虑好上蛮多的。然后再看一下明天长什么样子吧。Day 2. 好，然后现在已经是贴好这个膜的第2天了，它大致上都已经干的算差不多了。那在完全没有擦拭的情况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指纹的感觉。我觉得它算是一款蛮沾指纹的保护膜啦，因为这样碰上去，它就基本上就会变成这样。那擦拭的部分，其实如果不是用那种眼镜布，你是用你的衣服的话，我觉得没有这么好擦，它还蛮留指纹，就是你不太会说轻轻一挥就直接擦掉，因为你看像我这样擦，它还是会多少有一点。然后擦完之后的感觉就是会像这样，你在光照的情况底下，你还是会觉得它没有这么像玻璃，会有一点点那种水质的感觉。但是跟我之前想的已经差蛮多，然后它真的是蛮沾你的油的，所以说这点的话，如果你很讨厌这种油质的粘附的话，是可以留意一下。然后整体来讲，我觉得算蛮好贴，因为整个贴完之后的感觉就像这样，然后我也没有感觉到中间有什么灰尘或不平整的地方，所以其实还不错。然后昨天我不是有用指纹压这里吗？我现在再压一个，它压完之后有这个痕迹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痕迹？但是它过一会儿，这痕迹会自己消掉。它的膜是比较偏向那种软的膜，所以说这一点这个蛮有趣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对于指纹触控的部分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就是很灵敏，就像我原本用原厂的感觉一样。然后像这种有曲面的，它这个边框的地方，我觉得也算是蛮服帖。以一个自己贴起来的感觉的话，你看像这样，几乎都照不太出它的边在哪。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还是会有一点痕迹啦，但是我觉得好上不少。整个来讲的话是很服帖，比那些钢化膜啊或者什么那种胶上不完全的话，这个是简单许多。然后它有附这个刮板，贴完之后偶尔就会刮一下，让它两边都是平整。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太会翘起来，但是我希望是它这个膜可以再更宽一点，因为你看它这边其实还是有一段这个缝隙的地方。那你这样刮的时候，一点点，真的很一点点的小刮手。所以说，如果它可以再更宽一点点，就比较不会这么刮手，会更好。但是可能也会让你选你的保护壳的时候比较难选一点。好啊，那这大概就是这个水凝膜的测试，蛮有趣的啦。就是疫情没事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砸掉你的手机的保护贴，可以用这个来玩玩看。好啊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